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洞见频道。这一期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外资还能用吗？深度的解析地址变更风险，教你安全合规的使用。那很明显，这一期的话题跟外资的地址修改相关。那这一期我们分了3个部分，首先是问题，然后如何正确的使用，最后再来一个总结。那问题当然就是通过修改外资地址来获取银行卡，因为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在油管上看了很多，然后还是跨年度的，好几年有人都在拍这一类的视频，就是如何去换国家，如何去改地址，然后获得外资的实体卡。但是也有许多视频说到修改实体卡之后造成的封号，大家也可以看到，就算是修改地址这种简单的操作，背后实际隐藏着不少的风险。那这一期视频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外资的正确使用的知识，以及那些你不得不了解的风控的一些机制。如果你也正在使用外资，或者正打算入坑，那么这期视频绝对能帮你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像外资，它的使用风险与风控机制很明显的。那我们把话题收回来，如果是说我们去使用的话，首先做好提示，那提示就是遵循官方的使用指南，理解官方的风控机制，避免个人账户的风险，从而保证个人的财务安全，然后一直能够合法的使用外资。那这一次主要探讨的就是外资正确的用法，浅释风险，然后帮助大家规避问题。这一次来到主要的环节中间，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开头，为什么有人会修改外资的地址？那主要是由于外资账户的限制，在有些区域的话，外资没办法发外资卡，所以有许多人就采取尝试修改国家、地区信息的方式来获取卡片。然后这种在油管的许多视频上被叫做曲线救国的方式来实现，因为大家觉得获取一张卡的话还比较方便的。那么用户他获得卡，外资的实体卡或者虚拟卡的话，主要是在消费支付中间会得到一些方便，但是这么做会带来潜在的风险。这种潜在的风险就是，当修改外资的地址的时候，可能会触发外资本身的风控系统，所以就会造成外资的审核。这种随意修改地址的行为，在银行系统里面，相当于在玩火，稍有不慎呢，就会带来风险。我们首先得搞清楚一点，为什么随意修改地址，它会触发风险控制？因为只要我们跟金融系统打交道，有2个事情必须绕不过去。第一个事情就必须严格的遵守反洗钱的法律，然后所有的客户都必须过他的 KYC 验证。然后正如上一期我们在 OCBC 关户里面提到， KYC 的验证它对于一个金融系统来说，它是长期的，除了你在开户的时候遵循，然后在使用过程中间也会遵循。那就意味着他们对用户的身份和交易行为，它是严格的监控的，而且这个监控是伴随着你自己使用的整个过程。地址信息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地址信息它是用于外资来判断你所属的地区适用于法律修改的重要依据。就随意的去修改这些地址，然后产生的一些交易行为明显不符合的国家和地区，会触发他们的风控警报。
地址这个信息，如果是针对单个的国家地区的银行来说的话，他知道你在什么国家，问题还不要紧。但是外资它本来是英国的一家公司，然后他自己里面开了许多许多国家的虚拟账户，所以说他知道当前客户所在的地址和区域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是修改之后，那对于外资来说，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它的银行风控系统对应的标准会不同的。所以地址信息对于他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判决点。地址信息修改，那直接就引发了外资的风控。如果修改地址之后可能引发的风控到底有哪些行为呢？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账户冻结。大家觉得账户冻结对于个人来说是大事儿，但是我觉得对于外资来说，它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只要自己提交相关的证明，对于外资来讲，他是会怀疑你的账户存在异常操作。为了保护平时用户使用资金的安全，会暂时的冻结账户，要求你进一步的身份证明和地址证明。如果是账户冻结之外，就有交易限制了。如果触碰了地址修改之后，那他为了防止后面的一段时间之内，你的一些转账会出问题，所以就把交易的限额做了限制，然后无法进行转账啊、收款啊，或者是其他的交易等等。然后对于已经发出去的卡，很可能也会面临卡片的交易限制。这也就是有的人在油管提到，我收到卡了，然后这个卡片不能用了。我觉得这是非常轻量级的处理，然后到最后严重的违反的话，就会产生账户的关闭。这个账户关闭的行为是由于地址的修改，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高风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有可能引起几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账户现在在不同的国家注册，然后登录，很可能你把账户借给其他人用来洗钱了。也就是说，现在账户的使用人不是自己，他们为了防止洗钱的通道，所以就直接关闭账户了，这是一种。所以这一点要跟大家提到，如果是假设我们用自己的 IP 登录的话，IP 在不同的国家来回跳转，那对于外资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这个时候也会引起账户关闭了。那最后一点不得不说的就是列入黑名单，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严重了，也就意味着自己不能再来注册外资账户了。那有人说我原来用了身份证注册的，然后后来用了护照或者用其他的证件可不可以？但是实际上大家也知道，现在加入了人脸识别验证，然后还有把你的所有的信息都收集起来，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被外资列入了风控黑名单了。也许以后就别想使用外资了。我的外资大概是用了几年时间吧，然后感觉还挺好的，因为外资它在不同的国家都提供了一些虚拟账户，然后每个虚拟账户都和银行的账户一样是能够接收到付款的，只要按照它的要求来就好了。外资的这种良心的商家确实不多，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只是为了拿了一张卡片，然后让自己列入黑名单。那么外资它如何来判断我们地址的真实性呢？实际上我们大家也不要小看了外资本身的风控系统，然后这个里面考虑的因素包括 IP 地址啊、设备信息啊、交易记录啊、身份证明文件等多种因素。那所以说来回不断的跳 IP 地址，甚至跳国家，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在不同的设备登录也会出现问题，自己的交易记录是否真实，然后有不同国家的风险，
它是不一样的，金融风控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国家的有些付款账号是被银行纳入黑名单的，如果这种账号给你的外资付款的话，很可能引发外资的风控。然后身份证明文件的话，包括人脸验证啊、护照啊，以及本身的身份证啊、驾驶证等等的证明文件，会综合到一起来考虑。如果这样的话，自己没办法单凭一个证件来蒙混过关的。讲了这么多地址修改的问题，实际上有人就说我修改了地址的关呐，被外资关户，然后外资就是不可靠。实际上，我觉得外资是很可靠的。但是只需要我们有正确使用的知识就好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诚实的注册，提供真实的信息。如果是说自己提供了一些假的信息，然后当外资后面有一些风控上的问题，然后需要自己提交地址证明、提交自己的个人信息证明来防范或者是审核的话，因为最开始都是假信息，很容易，那这个账户就被关掉了，所以还是需要诚实注册。那合理的使用外资的服务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跨境付款和多币种账户，所以说我们有跨境的支付，比如说我们有哪个款项要接收啊，自己要去转到哪个国家的银行去付款啊，等等等等。那外资本身是非常方便并且合规的。但是外资的好处就是每一笔付款的时候，它会收手续费，但是这个款项是非常及时都能达到的，非常方便。然后我印象中，英镑它是直接免费的，包括新加坡元也是免费的。然后美元的话，就大概只收0.1几美元的 ACH 的转账费用。然后港币了，好像是汇到外资是不收钱的，然后汇出只有6块和7块，然后这些汇率实际上是比银行的电汇要的手续费要便宜很多很多，这也是我一旦使用上外资就不想再放弃它的原因。外资这么良心的商家确实很少见的。然后如果真的是要使用外资卡片的话，还是要注意外资卡片的申请条件。如果是说自己在欧洲啊或者新加坡这些国家定居了，或者留学很长时间的话，申请外资是没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一定要联系客服把地址修改好再去申请。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获取地址留一个假的地址证明的话，那就引发风控了。然后保持账户信息的更新很重要，就是外资的地址信息还是需要更改的，但是更改的前提是自己完全是换了地址。然后有人建议，假设是说都在中国居住的话，最好是不要改地址，因为为什么不要改了？因为你在一个国家之内，在这个省那个省居住的话是不容易触发风控的，而且你也不需要外资给你提供地址证明，所以没必要在一个国家之内去动地址。但是作为外资来说的话，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地方来回变动的话，那他会以为是不是这个账户我给了一个不熟悉的人操作，然后是不是用来洗钱了，就会引发它的风控流程，从而要做一些证明。我的建议是，如果是说地址信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话，尽量不要改。如果是跨了国家，并且在另外一个国家要生活很长时间，那就需要改了，需要提供当地的其他条件的地址证明文件，再来更改。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避免频繁的异常的交易行为。因为外资它是可以接受别人的款项的，但是这个接受的话，不能是大额的疯狂的来刷钱，频繁的一些交易，这样的话外资就会判断你当前的收入是不是足够来支付这些大额的场景，或者是接收，因为它会对你自己的身份和接收款项之间做一个比较。那如果是
外资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也会怀疑，那你这个账户是不是这时候拿来别人在用，别人在洗钱？关键的一点就是外资，我们把钱转出去的话，最好用同名的账户，因为如果是说你接收的款项是来源于不同的个人，那你把款项从外资转到银行卡，又付给了另外的人，那对于外资来说，这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洗钱的通道嘛。那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关你关谁呢？那么正确的使用，我建议大家还是应该认真的理解外资的用户协议和条款，哪些协议是被禁止了，就避免触碰红线。我觉得欧美的这一些金融服务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他会把哪些行为是他们完全不接受的，都认认真真的写在他的条款里面。但是如果自己触碰的条款，那很明显是要被关户的。所以大家有空没空可以去看一看其他的外资账户被关那些视频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操作，然后在外资的那个官网上去看一看，主要是看哪些行为是被禁止了，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平时的一些操作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合规的，主要是用来保证自己能够合法的使用外资，并且避免外资的风控。在避免风控的时候，还有几点要注意。如果遇到问题的话，第一时间一定不是在网上看视频，或者是说随便问一下别人，而直接是要问外资的客服。然后外资的客服是很友好的，他会认认真真的帮你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自己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楚和明白。客服他是很友善的，好像据说有这种客服，结果有的人就跟客服的小姐姐在那儿聊骚，聊着聊着自己的账户被关闭了。我觉得这种行为它不是金融上的风控的，是人格上的风险控制了。这也用不着别人，是吧？所以说，我们让客服提供帮助的时候，一定是我们碰到的问题，然后让客服解决问题，这是最关键的，而不要去聊其他的事情。然后第二点就是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和地址，千万不要去为了申请账户，为了这个银行卡来篡改一些材料。因为篡改材料之后，一旦后面自己涉及到其他的原因，需要外资协助帮忙，需要去验证自己的信息的有效性的时候，因为之前做的是假材料就没办法。另外呢，还是保持良好的账户使用习惯。实际上，外资登录的时间长短的话还好，没什么限额。因为它这毕竟不是正规的银行，它只是一个转账的机构，所以说它没有要求必须要定期登录。但是作为我们来说，还是登录去看一看账户啊，查看一下记录啊，这样会比较好。然后它所有的记录都是在邮件里面可以看到了，所以也可以去通过邮件了解一下外资这边的最新情况。但是这一点来说，我感觉还是保持良好的账户习惯，这是最重要的。最后，合规的使用，当然就是之前提到的这几个点嘛。首先避免账户风控，遵循其规则，然后主要是要理解这个风控机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避免自己不要违规的操作。就是违规的这个红线的话，第一次的话也许是提示，但是你知道违规之后，你还触犯的话，那就直接被关户了。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在视频的留言区来分享个人的经验，同时也讨论一下外资风控的相关问题。然后欢迎大家去留言，然后我会对每一个留言都会做认真的回复的。当然也欢迎大家来点赞、分享、来订阅，我会为大家分享更多的金融合规方面的知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也谢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多多给我鼓励，再见。